大家好啊，你在吗？在的可以给我留个言，听不听到我们讲啊？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2024年的8月25号8月25号星期天晚上9点钟的直播啊，我们也是很最后才决定做一个直播的啊。为什么今天要做一个直播呢 ？Rich 啊，那第一，肯定我听到很多观众朋友说很想念七啪啪，那七啪啪当然也是不负大家的众望啊，可能今天跟大家出来对，刚刚来回到香港啊，回到香港2-3天了那也是赶着这个 weekend 这个周末给大家打个招呼啊。还有呢那当然星期五是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大事，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可以写在留言区看看大家知不知道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看到了这个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呢，七啪啪又看到了什么呢？他又想在这个晚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当然，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也是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也不知道你们对于以下哪一个内容是最感兴趣的呢？我们也是很民主的，投个票吧，时间有限，对吧？我们直播大家的时间也很珍贵所以呢，大家来投个票。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个？那我们来讲的详细一点其他的可能大家少一点人感兴趣的，我们就略讲一下，或者不讲都可以所以给大家1分钟时间来投个票，热一下身，好不好？那还有就是这样把今天大家知道来我们的直播都知道，一定会是价值满满的那人越多，我们感觉到所付出的价值越值得那我们就会付出更多的价值。所以呢，今天晚上也是一样，如果超过1000个人参与这个直播的话，那大家可以到最后问一个具体的股票，我们的看法那当然美股的话我们有美股的专门专注美股的 Rich 来回答如果是港股中概股的话那可以是我来回答当然最后也是看只有一个股票的话，看看哪一个股票是最多人感兴趣的如果过了1000人的话，应该没问题，是不是现在已经200多个了所以今天麻烦大家把这个今天的直播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分享到其他的 timeline Facebook 的 timeline， 或者直接把人家的名字 tag 邀请他们进来参与我们的直播，好吧我看到好多人在投票好像OK， 那 Rich 我们讲什么讲多点我看到很多人同学都说 A 又或者是D 和 E 那讲美股的部分好像没有人有兴趣，没有人要听美股那我不讲那你很轻松那我知道很多观众也是很对你过去3个星期去了非洲，对吧那你在非洲里面我听说他们听说你是去上了一个课程那你在这个旅程当中你又有什么收获呢？要不要跟同学们来分享一下？其实呢，我去上课程主要目的还是那个老师安排了所有的行程在非洲2个国家，南非还有另外一个小国家叫 Eswatini， 有没有听过 Eswatini？ 有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如果你有的话，那你很厉害，除非你是台湾人因为 Eswatini 是世界上少有的现在是承认台湾不承认中国大陆的国家所以如果你是台湾人，可能会对 Eswatini 熟悉一点。那还有就是中东的卡塔就是前年世界杯的地方那我学了好多东西那如果要说分享一下我最大的体会或者学习呢我觉得那个课程具体的内容太复杂了有机会在 GMT 里面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今天晚上可以分享的就是第一个世界太好玩了世界这个你出去的时候才感觉到原来真的世界很大，很多东西都没有想象的有很多见识增广见闻的地方第二个呢这个如果钱不是问题的话，玩的会更开心一点我们飞到南非要
20个小时，整体要20小时。那去年我们是先去了 Namibia， 也Rich 去年去了我今年去的那个地方我们都是乘这个商务这个飞机的那商务飞机就很舒服了。如果要20小时乘这个经济舱的话，就比较这个不舒服，艰难一点啦。特别现在这个旁边的人有没有新冠疫情等等等等对吧？那商务舱的话，你躺下去，那个房间就是你的这个吃的又好，等等等等那还有就是花钱的时候你要看价钱就完了，不太好了，就随便花吧，随便花了吧，反正这个单子我都不看了，都是我老婆帮我付钱的，我就去享受好了所以要赚多点钱所以要赚多点钱当然我在非洲的3个星期内Rich 做过两次直播，是不是哪些朋友有来过 Rich 的直播的，他做的好不好也可以告诉我一下，在留言区告诉我一下我看看他做的好不好，好不好？如果他做的不好的，我就要他做多点，使得他可以多点练习做好点，好不好 ？OK， 如果他做的好的，那以后就他做了。反正都是我做的，反正都是就是这样OK， 就这样OK， 好，那事不宜迟，今天的主题现在观众人数越来越多了1000人，我们一起来邀请1000人进来，到最后问 Rich 或者问我一个具体的股票，好不好？那Rich， 最近上个星期你说到鲍威尔讲了他的一番话，讲了话之后，美股马上就涨了那到底这个涨了之后，下个星期还会涨吗？下个星期其他的股票市场又会涨吗？因为鲍威尔讲的时候港股已经这个关掉了 closed 这个收市了那之后港股、台股、马来西亚股会涨吗？还就是只是美股涨，港股这个没希望啦，或者其他地方没希望啦你怎么看？我看到没有人投票 C 呢？有有 C 他们想先听 A 他们想先听就是鲍威尔说的这些话之后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我们的下一步准备？什么叫 middle yellow first red？ 我听不懂这个是 emoji emoji OK 好，那C 那你要讲了好，那首先我给大家来这个更新一下但是没有更新之前，我觉得我们上一次一起做直播的时候是7月11号，之后就你自己做了直播，对吧？7月11号的时候，好像鲍威尔昨天晚上讲的话，我们7月11号已经完全给大家讲到了，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要是听了我们7月11号的那个直播，提前部署的话，昨天晚上美股涨这么多，你应该是受惠了，赚到钱了，是不是有没有赚到钱？有赚到钱的分享一下喜悦那好，事不宜迟呢，我们来看一下鲍威尔这次讲了一些哪些话我觉得我们先听一下鲍威尔讲了什么话，然后我会分析一下，我觉得鲍威尔有些话没讲。而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这真正是未来股票市场涨还是跌，哪些股票会涨，哪些股票会跌的最关键的他没讲的东西所以我先讲一下他讲了什么，然后我再讲一下他没有讲什么，好不好感兴趣吗？感兴趣我就讲多点了那首先呢，他说这一次的通胀一下子失控，曾经最高是到了9个%左右，接近10个%左右这一次的通胀的失控为什么会发生？而刚开始他又为什么误判了，没有看到，到最后又要很急的升息涨息涨了5.25个%，涨了这么多，还要加上量化紧缩，还要这个把资金抽走来控制这个通胀，为什么有这么样的一个误判那我就用他的话来解释一下这是发生什么事情首先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新冠疫情，那新冠疫情一发生呢，那当然经济就很差了马上很多人失业了
然后呢，大家都没有消费的意欲也不出去马路了，对吧？你在马路上看到人家病了，甚至自己都病了那这个时候消费就完全停顿了，也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不上班了，离开了这个劳工市场，因为怕这个出去还会感染，很多人就在家里面就离开了劳工市场，也就不消费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看到通胀是负的。通胀是跌下去的所以跌下去了之后，使到它这个像一个橡皮筋一样蓄了这个储存了很多的通胀以后反弹的那个压力了 ，OK， 然后呢？当时是很严峻的，当时他们怕可能有机会因为未来没有发生的话，什么都有这个可能。他们当时估计是可能是大萧条之后的最严峻的第二次大萧条。所以他们为了避免这一个大萧条这个灾难出现一旦这个信心崩溃的话，就像中国大陆3道红线之后这个房地产市场崩溃了，到现在的经济还没有完全的复苏，对吧？所以呢，当时他们就美国政府特朗普的时候已经是派发钱，每一个公民派了2次钱每一次都是1000多块几百块。到了拜登再上台的时候又派了1次钱1000多块钱所以总共是派了3次的钱。而政府也是大量的花钱这个 fiscal policy 这个财政政策大量的花钱。那当然这些钱出去之后是对通胀是有压力的而在这个时候呢美联储也是连续的降息，而且是增加了货币的供应就我们叫量化宽松 2.0 就是钱是大量的放到这个整个市场里面了那我们知道钱多了，对吧？他们会要不就是通胀，就是消费品的增长叫通胀，要不呢就不花钱，就花在这个资本市场里面，也就是股票涨了，其他的资产涨了，对吧？所以我们看到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美股是突然之间，包括港股都是涨了好多那这些股票涨了之后，又有了一个财富的效应。你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钱了，干什么？出去买东西了，消费了，对吧？包括比特币都涨了好多，所以好多人其实是赚了钱赚了钱之后2020年本来要买的东西又没买，当时是没有信心，对吧？所以有一样东西叫 pent up demand 大家可以把summaries 总结可以打下，我们打在荧幕上，以后大家回看的时候就方便点所以呢，当时有个叫被压抑的需求 pent up demand， 到了2021年的年初的时候钱又有了以前没有消费的又出来消费了，所以一下子对货品的供应是上去了。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供应又没有上去，因为大家这个 COVID 的时候离开了工作岗位有些人不上班了，或者有些公司不开了，所以这个供应上不去。所以我们看到2021年开始呢，通胀就上去了但是呢，鲍威尔和他们的同事这个美联储的同事、联准会的同事，刚开始觉得根据以前的经济理论，这一次是短暂的因为你这个被压抑的需求用完了这个满足了，那就下来了。那些人回去工作了供应就上来了，对吧？那只是短暂的一个通胀，所以他们呢是一直没有这个行动，所以是误判了到了2021年的9月份的时候，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通胀开始失控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这个通胀失控之后，大家对未来有通胀预期的时候，这个时候通胀就会不断的去 run away， 就继续恶化了。因为如果你打工了也通胀了，老板你要加工资了，对吧？老板一看，哎呀，要加工资了，成本增加了，我要加价了，加了价之后又把通胀上去了，这个就会使到通胀恶性循环上去。所以呢，他们到了2021年的下半年，马上就停止了卖国债，就是停止量化宽松了还不够。到了2022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开始加息了升息了，还有呢是开始把资金抽走，量化紧缩了。但是他们也没有预料到2022年年初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一发生之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啊？油价啦，还有 commodity 商品的价格啦，全部上去了啊！他们又没有想到2022年的下半年发生什么事情啊？中国的清零政策把城市都关掉了啊，4、5月开始这个新冠疫情又严重了，所以中国把整个城市关掉啊，各种城市关掉。他们的供应链是完全的更加的中断了啊！我们还记得那时候苹果在郑州的工厂都没有工作了，对吧？没有整个是这个供应链是断掉了，所以供应又少了，而这个demand 这个需求又是继续的强劲，所以在这个时候通胀就更加的高了啊！而且呢，在这个时候这个失业率又是很低。为什么很低呢？原来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有800万的劳工市场的人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找工作了，不做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失业率在他们的数据来看是非常非常的低，所以使得他们就可以专注要控制这一个通胀，而不需要考虑另外一方面的就业率因为美联储其实有2个目标的但是那个时候失业率好像不用考虑了，只是对付通胀了，所以他们在短短的1年多内1年2年内2年之内，利息从差不多0% 涨到了5.25%，而且是叠加这一个升利息的同时，还是把资金抽走，我们叫量缩量化紧缩所以这2个加在一起那这个对股票市场，特别是港股的股票香港的股票中概股是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一会儿我会解释一下为什么对港股的打击是更加的大的 OK。 那这个它是解释到了，那现在又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加息，因为他们感觉到失控了，他们加的息的幅度和他们加的息的那个速度也是蛮严峻的，蛮严峻的那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呢？下半年好像最近又好了一点呢。其实中间也有一些要值得注意的地方的首先这个低的失业率是一个表象，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有800万的人离开了劳工市场，所以觉得然后呢，这个经济又不太差当时的经济又不太差，人家还在消费嘛，还是在赚到钱消费嘛。特别这个另外一个我加的就拜登因为跟中国的关系恶化了，把一些生产工作岗位搬回到了美国了所以美国在这段时间这个消费工作不太差，对吧？那所以他们一直是担忧的就是这个通胀现在鲍威尔说以几样东西使到他可以降息了这个是他所讲的他说给了自己一个理由要降息了我一会儿讲讲他没讲的东西可能什么想听吗 ？OK， 那他第一个说这个被压抑的需求，大家买的东西以前没买的这个2020年没买的现在都买了，对不对？第二个，俄乌战争这个影响大家已经正常化了，习惯了。第三个，全球的供应链中断，现在中国也开上了除了中国之外，他们也分散了供应链了，所以供应也不再是问题了。所以这些曾经是问题的问题，已经是过渡到不是太是问题了。虽然他有说过，这个好像回到正常的这个过程比较长了一点，他也要解释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个降息，对不对？要解释一下所以他说特殊的被扭曲的一次性的这些因素逐渐的减退了第二个，他也要给自己一些功劳，他说呢，我们的紧缩的货币政策也是降低了整体的需求，所以呢是对通胀把它降下来也是有功劳的第三个呢他也是说到了现在因为劳工市场回去了，美国的生产力这个产能也加上去了，再加上全球的贸易其实现在也是通了中国也是产能过剩，对吧？所以中国其实是有货品可以到美国的，等等等等当然他没有直接说中国，整个他说就是供应生产的供应是增加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说虽然这个通胀还没有回到最理想的2%，但是他已经有信心，这个趋势下去的话，这个目的是迟早可以达到的了所以他现在说了，我们现在要关注一下我们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失业率。失业率呢，现在其实也是算低的最低的时候是3点几，现在是4点几。美联储的目标是低过6%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他要在4点几%就要开始关注这个货币呢？所以呢，这以下当然是我不认识鲍威尔，是我的一些解读了大家也可以猜一下我解读的什么Rich， 你觉得我解读的什么？我也不知道但你刚才有说过鲍威尔没说什么，这个也是一个重点那我相信好多同学们也是对这个关键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不如你来分享一下吧。那好了，那我们要讲到我们最关心的不是经济，我们最关心什么？股票，对不对？股票会涨还是跌那好消息就是降息对股票是好的降息的时候股票会涨就是因为我们的折现率少了，对吧？我们算股票价值的折现率下来了另外一个，企业也会借钱去做生意，那当这个利息降下来的时候，这个企业的成本低了，更有利企业去做投资。投资的时候呢，也有利这个卖设备、卖产品的公司也赚钱了，所以这个是件好事情，对股价是好的那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要降息呢？这就是他没有讲的东西了他讲到现在美国的经济还算是可以，但是他也已经是留了一个伏笔，就是说伏笔，他就说我们要继续的密集的观察数据，而及时的做出调整 ，OK。所以呢，他没讲的就是他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到底是一个经济的衰退，还是一个这个没事情，这只是正常的没事情我们只是预防的工作了那美国经济会不会出现衰退？因为经济出现衰退的话，就是说生意难做了，盈利倒退了。那盈利倒退的时候，股价就会跌下来有可能还会如果以前是涨了很多的话，我们现在看到哪些业绩报告出来这个让市场失望的，低过市场预期的，可以是跌10%、20%、30%，一下子跌下来的，对吧？如果生意难做，很多公司都是赚钱难了盈利倒退了，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股票市场有一个大的调整。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人说每一次降息之后都有股灾，因为降息的原因就是经济不好了，对吧？但是降息本身又是对股价好的所以未来到底是因为降息使到股票会继续涨呢，还是因为经济不好使到股票会跌呢所以我觉得鲍威也说要密切的留意实体的这个数据出来那当然我们是小股民，对吧？小市民、小股民后知后觉的，所以 Rich 你的技术分析其实就能够窥视，就是我们来偷看大户的资金在做什么了Rich， 你给大家一些最新的这个技术分析吧，大势的技术分析吧，好吧？那我们先讲这个技术分析之前呢我也想给大家 recap 回顾一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3个星期之前8月初的时候当时候市场是不是觉得哇经济衰退是不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然后好像过了3个星期之后星期五大家看到鲍威尔好像放歌了就觉得经济衰退好像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了然后就股市像火箭一样的往上涨那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那理论上来说跟现在跟3个星期之前其实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其实理论上来说是差不多的为什么？因为经济这个实体的东西不可能是可以在3天2夜之内就突然间
180度改变了这个基本面改变了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改变的是什么？是市场对于经济衰退发生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是市场认为的而并不是经济衰退实际上会发生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是要给大家留意到的我们要看的就是技术分析，我们看的就是整体的市场认为的一个行为就市场微妙的情绪的改变。对。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很重要大家有没有听到重要点，对吧？我们在推测，其实不是在推测经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在推测的就是市场对经济好和不好的情绪的改变当然这个是随时可以改变，所以我们经常说看数据了，看经济的数据了，其实看经济的数据是没用的，看错了真正要看的是市场对经济数据的解读的情绪的改变。明白吧？听得明白就好还是关键点重点好 Rich 继续。当然我刚才想说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经济它是不可能就2个星期3个星期看到股市涨了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好像这个情绪改变了，然后发生的机会就小了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技术分析那这张图表呢是美国4个比较大的指数那左上角就是 QQQ 代表的是纳斯达克100的 ETF 右上角呢是标普500的 ETF 然后呢左下角是代表一些传统企业的Dow Jones 然后呢右下角就是 IWM 代表的是中小型股票的罗素2000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星期五整体都是在涨的你可以看到各个指数都是涨的不过呢你可以看到左上和右上就上面那2张图了无论是标普500也好或者是 QQ 也好它都是上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并没有一个很确认的一个大量的突破的情况，甚至呢你可以看到星期五那一天的成交量呢是还要比星期四那一天大盘有一个下跌出现了一个穿头破脚一个 bearish 的走势你可以看到星期五它就算反弹它也并没有那个成交量突破前一天的那个成交量，并且呢它目前你可以看一下纳斯达克它依然还是在一个阻力的区间附近它并没有完全的突破这一个阻力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就是市场好像是认为现在好像是放鸽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数你也没有看到有很多的成交量在里面所以这里是有一个 question mark 的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道琼斯也就是左下角的那个指数你也可以看到它虽然星期五有上涨然后成交量也是有放大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它仍然在一个阻力的区间下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会有所保留的地方那虽然我们刚才讲到整个市场呢都好像在一个 question mark 没有方向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右下角这个是罗素2000的 ETF，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成交量还是它的价格行为它都是非常的 bullish 非常强势那也可以间接的说明给我们听中小型的股票在星期五鲍威尔讲了9月份就市场认为9月份会降息的那个可能性现在好像是到了100%那市场就觉得鲍威尔是放鸽那些中小型的股票呢看上去就好像是受惠于减息这个板块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那这些行业呢都是之前我在 YouTube 里面讲过，这些行业它都是如果未来会降息那这些板块呢是会受惠的比如说房地产那房地产呢它也会有相关的产业和板块也会受惠的，比如说家庭建筑等等因为你的利息降低了
理论上来说，你买房子的那个利息的成本，你的借贷成本低了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会受惠的啊。当然也包括地区银行，包括金融，包括你可以看到保险也是有受惠的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行业在我之前的一些 YouTube 里面有更详细的讲到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去看一下啊。那除了这些板块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资产也是有受惠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包括有金啊，当然金这个板块也是很大的，当中也有一些比较强势的，最近比较强势的，比如说金矿股啊，你也可以看到它也是受惠的。那你可以看到银的板块呢它相对金来说，你可以看到金它已经是破了前面的新高甚至在星期五还在不断的尝试突破新高白银呢，它就是一个打算追落后的一个情况那你可以看到白银它相对黄金而言，你看到黄金它是突破前面的新高，白银它是还没有突破前面新高的所以呢两个对比之下，黄金会强势一点，但是白银在星期五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也会看到好像有追落后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资产呢我也在我的 YouTube 影片里面讲过长债也是会受惠的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是 TLT这个是20年国债的一个 ETF， 在星期五呢也是有上涨的那另外一个资产呢也是在星期五出现了放鸽的这个消息之后，也是涨了不少的，就是比特币那市场也觉得如果减息的话，可能比特币也会受惠那虽然我们也觉得比特币这个是一个泡沫或者是像巴菲特那样他觉得就算跌到了25块巴菲特也不会买，你也不会买，对吧？没错那虽然我们是不认可的但可以赚钱的地方太多了，对，不需要去比特币赚了。但这个这个事实也摆在眼前这个是市场认为比特币也是有可能会受惠的一个板块那我们讲到了这么多板块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涨了不少了那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它有可能万一如果经济真的会衰退或者是市场的情绪又再一次改变这些资产呢也是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很急速的拉回就像过去的一些很强势的股票，比如说 NVIDIA你可以看到它是可以涨很多的，它可以涨几倍，涨10倍，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它回调的时候，它的幅度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急，所以这个也是如果你要投资美股或者是你看这些资产的话你是要比较留意的一个点那另外呢，我们在GMT 里面也有讲到一些强势股也是有可能会受惠的又或者是它除了会受惠之外它也是表现相对强势的，并且呢是比整体的大盘 S&P 500还要强势的那这些我在 GMT 里面会有更深入的去给大家分析和探讨哪一些股票它是属于一个强势股。不过这里我要讲一句就是这就是我跟 Rich 一起出现的一个作用了Rich 很喜欢追强势股，对吧？强势股很好，买了可能它有这个 momentum 动量继续涨上去，所以你买了这个很爽继续涨上去，对吧 ？Rich 也有他的那个理论Stage 1 2 3 4他的 Stage 2的确是很有道理你买了之后这个涨的机会会多但是呢有一个不好的，就强势股也就代表着股价不便宜，所以你是买不到便宜的那这个安全边际就少了一点，万一这个跌的话，你又来不及走的话，那你被套住了之后一旦强势变了弱势跌的幅度也就是很强。想一下，曾经阿里巴巴也是强势股，你要300块买了阿里巴巴，到现在70块一直跌下来，你又不舍得走，又被套住了，对吧？再给他一下，再等一下，一直下来跌了2-3年300块跌到70多块，那也会很烧，对吧？所以曾经的强势股也有一天会是变成了弱势股，所以这个要小心的，我们要灵活，及时灵活所以 Rich 的课程里面也有教大家看卖出的信号，一旦看到卖出的信号
要及时的走，要止损啊。我以前教大家我的10倍股里面教大家做好了研究之后，便宜了可以买多点，不要止损，对吧？但是呢，你如果是一个强势股的话，你一定要这个不要用错方法因为强势股你是买在可能是高位，当然你是希望它是更高的位。所以是高位，希望更高的位，但一旦看到信号转变的话，一定要止损，一定要及时的走所以 Rich 那些股票不等于是一定会涨，但是一转变的话，我都发现它是及时走，走得很快。当然也是在 GMT 里面会马上告诉同学，哇，让我们一起走。所以你要学他的那一个技术分析或者是看这些强势股的话，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最好还是进来 GMT， 因为不在 GMT 的话他走了，你不知道他走了，这是危险的当然我们是不给买卖建议的，我只是给大家看，现在信号来了你自己判断走不走所以Rich 你要讲这一点，要不然之前之后人家来追你责任了OK， 好。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跟他的这个风格是相反的，也是刻意的我们在 GMT 里面分工，他看美股，我看中概股、港股，他看强势股，我看是非常弱势股，对吧？那你说强势股、弱势股到底应该看哪一个呢？两个都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刚才讲过了，强势股的好处和它的弱处，对吧？那我看的这些逆向的价值投资法呢，相反来说，就是要买的很便宜，很便宜。那不好处是什么呢？就用 Rich 的那一个周期来看我们选股5部曲，对不对？第一个是周期，那如果它是叫 Stage 2那涨的机会，天天涨的机会很大。如果是 Stage 1 买了之后不涨，如果是 Stage 4第4阶段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不要紧，上 Rich 的课程，对吧？买了之后觉得便宜了，明天更便宜，后天更便宜，便宜的可以更便宜，便宜的可以更便宜，便宜到最后大家最绝望的时候，可能是最便宜的时候，绝望了，投降了，走了要说止损了，走了，一止损它就卖在最低位，这是不好的这个要注意的，对吧？所以呢，我这一个价值投资股的前提它价值投资法前提就是要做大量的基本分析的工作。你知道你买的这只股票它是一个好的业务，它是一个好的公司，而且现在是个好的价格，非常好的价格那当然明天更便宜了，后天更便宜了你不是说哎呀怎么买亏了，你反而是说哎呀我以前这个价格也想买，现在更便宜了，那不是更合算吗？更开心吗？也要买所以前提是你要对你的分析是非常有把握买了之后不怕它继续跌，或者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涨，但是有信心的去长期的持有当然不好处就是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个修养、修炼、耐心长期的持有，被人家讲这个弱势股了，这只股票不涨的啦，到最后你是在更低的位放走了，结果放走之后，通常散户都是这样，一放走了就被涨上去了但是我觉得呢，现在香港的股票和中概股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机会，因为真的是便宜到离谱便宜到低过成本价很多很多的折扣那我讲一下，上一次我这么有信心的时候就是2003年，对吧？2003年一般来说呢，都是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大跌之后，机会就在那里。当时候2003年，香港也是经历了7年的这个经济困难啦，亚洲金融风暴啦，911的事件啦，当中还有泡沫这个.com 网络股的科技股网络股的泡沫的爆破啦，后来还有非典当年的非典疫情使到香港的楼价是跌了70%，所以当时香港很多负资产，经济也不好我是在那个时候最便宜的时候又是低过市价20%买到了个楼，之后的16年我一直买楼，买到了2019年之后我就开始放了在高位放楼了基本上是看了很准的，对吧那我要告诉你，我看了很准，就是希望我下次看得准的话，
你认真的考虑一下，当然你认不认真考虑跟我无关，但是我觉得我看的眼光还是有一点，我有时候会提前看到一些啊。那当时香港楼价是涨了6倍，600%啊，中原指数当时从30涨到最高位的185。所以是涨了超过6倍 ，OK， 那当然买楼还有杠杆，对吧？买楼还是借钱杠杆，干个3倍啊，我借30%等于是干了3倍的杠杆，那这里面我就赚了好多钱啊！所以呢，也2016年的时候出过3本书，叫《年年买层楼，10年赚1亿》啊。当然这是过去了，对不对？过去赚到钱也赚到了，也用了不少了啊。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一次香港的股票啊，跟之前是非常像的。03年我去买楼，人家都语重心长的跟我说 ，Alan 啊，不要买楼了，香港完蛋了。Alan 啊，100个理由不要买楼。你看谁买了楼又负资产了，谁买了楼又死掉了，对吧？珍惜生命，远离港楼，远离楼市买楼啊。现在也是一样，珍惜生命，远离港股。为什么？因为香港的股票在过去6年啊，这次的熊市特别长，6年啊。跌了50%了，人家跟我讲的跟03年跟我讲的一样了 ，Alan 啊，香港没希望了，美国会打垮中国的，中国是怎么样的啦，美国又怎么样的，香港在中间国际金融中心变成了遗址了，过去了以后就没有了，完蛋了，对吧？其实我想说的，真正使到港股跌的不是外面说的原因啊，真正使到港股跌的6年的原因前后不一样，但是跟鲍威尔讲的一样啊，这些很多的因素已经是慢慢的取消了，或者是叫 price in 反映在股价里的。比如说一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后来的香港动乱，现在没有动乱了，对不对？后来的香港疫情封控、封城、清零，现在没有封控了，大家都出入自由了啊，这个没有清零政策了。中国的监管其实当时是蚂蚁金服啊，马云啊太过放肆监管了，但是现在中国的政府是政策是支持的。要不然耶伦不会去中国说你们不能这样支持中国的企业，对吧？中国的政府是大量的支持现在某些不是所有，是某些这个行业，因为他们要顾及到中国长远的发展。当然什么游戏业啦什么他们要监管一下，对吧？所以我们要知道哪些是中国政府这个支持的啊。那美资撤离全部撤离了，现在的聪明钱，美国的聪明钱正在慢慢的流下来了，已经撤离完了啊。所以之前导致香港股票跌到现在离谱的都已经是走掉了啊，已经充分反映了，要走的全走了，现在已经慢慢再回来了啊。俄乌战争现在我觉得已经要打的已经七七八八了，对吧？以后只有和平的好转的那个机会要大过继续恶化，不太会恶化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清零政策没有了，对吧？美国加息是很伤中国和香港股票的，为什么？这里有3个原因。第一个，美国加息，香港很多是房地产公司他们利息借钱的嘛，对不对？利息支出多了啊，所以他们股价跌了啊。第二个加息的时候，他们的楼价跌了，中国的楼价跌了，香港的楼价跌了，那使到他们的盈利这个地产发展商的盈利也低了，对吧？第三个，美国加息，美元强，港元跟美元挂钩，港元也强，但是人民币走弱，那香港上市的公司赚的是人民币或者港币，对吧？港币刚才2个原因说过了，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赚的是人民币，转换成港币就变少了，所以用港币来计算价格的港股，或者是美元来计算价格的中概股就疲弱了所以不是什么阿爷打压了，港股完蛋了，中概股是乞丐的那个丐了，好像是这个买到就输钱了，这些都是错误的误判也正是这些错误的误判，使到今天港股和中概股是严重的低估了，这个价值被低估了所以呢，一旦美国降息之后，美国可能经济差，对吧？但香港跟美国现在基本上已经脱钩了香港更加是跟中国的经济有关，中国经济也真的很烂，但是烂了之后就会好，对吧？美国经济很好，但之后会烂
所以呢，大家要明白，中国很烂的经济也已经反映在香港上市的中概股、中资股的股价里了。美元变弱之后，人民币就相对变强，所以再加上降息之后，使到香港的公司借的利息支出会少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香港的股票就会好了大家写下最重要的一点这最重要的一点，股票一涨，人家就去找股票涨的原因了。股票在跌的时候，你去找100个股票跌的原因，股票跌了这次公司垃圾了，中国完蛋了，什么经济完蛋了，都是在讲不好的。股票一涨，这个愿景了，未来发展的这个红利啦政府的支持的什么什么 BS 了，对吧？越涨越多人讲，越涨越多人讲。NVIDIA 今天谁都在讲，2022年我讲的时候没有人在讲，所以越来越多人讲，它就是慢慢涨，慢慢涨，越涨越多人讲，越多人讲越涨，越涨越多人讲，越涨越多人涨再加上香港现在是很低很低的，大户机构投资者最喜欢就是看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很低位买了之后，慢慢的被大家去讲，媒体去报道，吸引越来越多的散户进来，这只股票可以涨5倍、10倍、15倍，对吧？整体的恒生指数我们刚才看到跌了一半，涨回到2018年已经涨了1倍了。那我们在这里再找10倍股，再找强势股，找到10倍的、20倍的，我相信肯定有。我相信有些股票是严重的被低估了，对吧？那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讲聪明钱进来了，1月份后来呢，聪明钱进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但是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要公布了，对吧？我们可以看到的 Howard Marks 这个 Ray Dalio， 还有大空头的非常聪明的大空头的 Michael Burry， 他们都是重仓中概股。重仓港股那港股他们不需要披露的，美股他们需要披露的，所以呢，港股他们买了多少我不知道，美股它已经是披露了，对吧？那到了6月份的时候，港股又跌了，中概股又跌了，你看这幅图已经告诉大家，这幅图11月去年11月12月去年12月告诉给大家了，对不对？今年一看，真的6月份开始跌了，对吧？当然这叫熊陷阱 Bear Trap。你对这个悲观的话珍惜生命了，要远离港股了，这是个陷阱那坏消息就是可能不止一个陷阱，可能有好几次正仓或者用 Rich 现在说的叫洗盘，对不对？洗盘那当然坏消息就是香港的股票，中国股票现在还在 Stage 1， 还没有天天涨的那个 Stage 2， 对吧？但是好消息就是 Stage 1之后是什么？Stage 2了，对不对？只是我们不知道 Stage 2什么时候来所以呢，要买港股的话，关键来了写下来了关键港股现在好便宜，好便宜，但关键是要买好的股票，阿里巴巴就别想了 ，OK 那现在因为它加入港股都会涨一涨，但是长远阿里巴巴很疲弱，大家都知道阿里巴巴都去买阿里巴巴，但是阿里巴巴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差的，也不是最好的 ，OK 但是呢好消息就是这个整体的港股是很便宜，但关键是大家一定要找到，而且是有信心的持有，耐心的持有一些好的股票。那长远来说，香港的投资者现在是长线的投资者，短期的话你还是跟 Rich 去看美股好了，对吧？ Rich 你对美股的话那多点在 GMT， 它 GMT 每个星期都有提醒大家哪些要转了，哪些要买入的信号出现了，卖出信号出现了那我喜欢经常去度假的，对吧？经常去度假还要提醒你们，我不干了但是我觉得港股作为一个长线投资者的话长期安心的超级盈利，这是我蛮有信心的OK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除了股票之外黄金，我之前跟大家第一次公开的说黄金的时候才只有1800我说美元，对吧我没有说美元一定会崩溃，但是我说如果美元崩溃的话，黄金就会涨得不得了。现在2500块还只是一个前菜如果美元崩溃，就算美元
不崩溃啊，我觉得大多数这个可能是美元是慢慢的这个减弱啊，慢慢的减弱，对吧？因为购买力少了，美国的美债上去了啊，全世界这个美元的储备货币的地位再下来了，对吧？那美元下来，再加上现在要降息了啊，那我们知道买黄金是没有利息的，所以降息的时候持有黄金或者买黄金的机会成本下来了啊，再加上大家对美元这个储备货币开始抱有保留的话中国大陆啦或者其他的一些石油国家不再用美元的话，他们会增持黄金，所以分散投资黄金也是我会这个分散的一部分就这样所以今天整体的具体的股票当然就不在这里讲了，因为我还是相信要买股票的话，最好你是有这个学过股票，你要没学过股票的话，就像你没有学过开车去开车车子不危险，但是你开这个车就很危险，对吧？所以这个买卖建议就是你没有学过股票就不要买，就这样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讲个别的股票，但整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的机会，好吧？或者是1000人也可以就听一下差一点点963个还差40多个快点分享出去一下，好吧？那好了。我们有个好消息给大家那么我们5月份的时候呢，因为要照顾这个我们 GMT 的长期的学生，所以我们说过不再招收新的同学了就不用每次都被新的同学问问题，拖慢了我们的一些老的同学，对吧？我们就停止了收的新的生了那个之后，我们每个星期都收到询问 GMT 还开吗？我们说不开了。GMT 还开吗？不开了好多人都错过了好多的机会。最近我们 GMT 讲的一些有些人说Rich 帮他们避开了，还有小米对小米也是我最近一直在GMT 里面讲，虽然公开的场合也有讲过，但是公开场合里面讲过人家不相信GMT 里面有深度的研究分析和研究之后大家也相信了，对吧？当然我们不是推荐大家去买，只是把我们研究的成果公开给大家那 Rich 也是在那一次暴跌之前有给大家做过详细的分析，也是使到我们很多的 GMT 同学是避开了输钱了这里所看的钱是很多很多了，对吧？好，那所以呢我觉得未来特别是鲍威尔这次讲了还有伏笔还有伏笔的话，到底美股会涨还是跌呢港股到底应该买哪些股票呢？特别是买了之后不涨，人家又来问了爸爸你不是说这个怎么样吗？那现在又跌了怎么样？对不对那所以有了详细的具体的分析之后，大家可能会对这个持有这些好的股票更有信心，持有到它涨上去，好吧？所以呢现在人数少了你不用讲个别的股票了OK 另外关于 GMT 的话其实我刚才七爸爸也跟我说了其实这个 GMT 呢只是限时一个星期对，限时的，我们只开一个，对，这个门只开1个星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来下一个星期5会给新的同学一个 orientation 一个很快的 orientation那这样的话把你 bring up to speed 因为每一次都要 orientation 不可能，对吧？那你不 orientation 又拖慢了之后的这个师兄师姐的其他师兄师姐，所以我们只给1次的 orientation所以下个星期5之后我们又会把这个门关掉了所以要进入 GMT 的话要赶快这个来了 OK 好，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股票不到1000人都 too bad OK 我看到有个人说一只小米令我可以买到小米酥器哇很厉害OK 厉害感谢其实呢不光是小米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10倍股这位同学千万不要赶快马上卖掉因为我觉得长远来说的话，买到一个好的股票的话，当然 Rich 的那些比较中短线的是更加适合一些长势股出入出多几次入多几次，累积的也会有10倍，对吧？但是我的是更加是看好是有一些基本面好的
价格很低的，一旦买入了可以长期安心的超级盈利的所以 by the way，我的那一套里面，其中有10个散户经常犯的错误的，其中一个就是经常买满，对吧？你不知道赚了一点点钱就走了，结果涨了10倍了，你没有了所以这个左边那一个是，如果你还没有上过这一课的话，也是免费公开给大家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你要预留65分钟进来，因为这是个价值满满的65分钟的一个课程，对吧？当然了，我更希望的是大家把握这一个星期的 window of opportunity， 加入我们的 GMT， 因为好多人之前都一直在后悔说，哎呀，没有加入了6月份我们关门了所以我们现在只开1个星期，好吧 ？OK， 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下次再见吧。OK， 拜拜。拜拜。